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是，伊朗这一回是踩了以色列的红线吗？原因是他首度的攻击了核设施，又或是外界所称的核武库哦。那么根据伊朗这边的飞弹最新的了解呢，它的射程已经可以冲到4000公里了。今天也会关心到另外一款射程达到3000公里的飞弹，这个是苏马巡弋飞弹在列。而伊朗最新针对以色列的这波攻击，一共是造成了100人受伤哦。伊朗说了，现在包括了伦敦、巴黎都在他们的威胁范围之内，中东战火全面失控。今天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了。伊朗的新一波的这一个攻击，指导的就是以色列的核心地区，尤其就是以色列的南部城市了。这2个城市包括了阿拉德跟迪莫纳。接连中弹，并且也攻击到它附近城市旁边的核设施，也就是外界也在说这边根本就是核武库吧，等于是说踩到了以色列的红线吗？这一波攻击一共是造成了以色列南部许多人受伤，高达100人受伤。以色列最核心的这个核研究核心区域是可以说是首次被锁定了。其实呢，我们看到针对这一波攻击，以色列的民众到现在还是相当的恐惧哦，他们是这样说的，当时听到了飞弹来袭到爆炸前后非常的快速，不到30秒的时间而已，炸药的威力实在大到他们躲到了安全室里面都还可以感觉到快要被震飞，还有大量的烟雾粉尘瞬间灌进到室内。原先以色列的人是这样说的，他们对战争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觉的，现在终于开始感觉害怕了，感觉战争就在自己的身边了。我们持续看到针对于伊朗的这一波攻击，以色列军方承认说没有错，我们真的拦不住来自于伊朗的飞弹，而外界包括了以色列的民众也在怀疑说，以色列的铁穹或者是这一些防空系统是否真的出现了问题呢？而外界也认为呢，这一座设施可以说被视为是中东唯一的核武库，只是呢，以色列到目前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拥有核武。再来看到伊朗的部分了，它是不是有一个飞弹库，而且修复的非常的快速呢？伊朗拥有庞大的地下飞弹城，这来自于 CNN 的报道。即使美国跟以色列不断的空袭摧毁了7成这个飞弹城的这个路口，但是呢，他们伊朗的修复速度是非常快的，48小时内就能够立刻的修复完成，让空袭他们说变成了一场打地鼠式的战争，怎么样打都打不完。而以色列呢，针对伊朗的这一波攻击是立刻展开了报复，针对于伊朗的核设施也做了攻击，包括德黑兰当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这也是来自于媒体的最新消息。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伊朗的飞弹已经打到以色列的核武库的周边了，是在测试核门槛吗？下一步会不会就是这个核心的设施？以色列会不会对伊朗全面开战，尤其是动用核选项吗？杨老师怎么看？伊朗在3月21号针对以色列南部的这2个不是很大的城市进行飞弹的攻击，2枚飞弹。那因为着弹点距离以色列的核子就是等于是核弹的基地大概只有13公里，我觉得是3个意涵第一个，其实它是报复性的还击，因为在这个之前，以色列先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叫纳坦兹的核设施，差点也打到了核设施的主轴。那当然第一时间，联合国的 IAEA 也指责，这就好像在俄乌战争当中那个就是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一样的道理。但是呢，伊朗的核设施先被攻击之后，伊朗第一时间攻击以色列的核基地，所以这是一个报复性，就表示伊朗还有报复的能力。那这是伊朗一直以来也就是他采取的是，你对我提升到什么层级，我用什么层级来回击你，而且毫不犹豫甚至呢会再扩大一点。
最早的时候是以色列先在3月17号攻打伊朗的南帕尔斯天然气设施，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谈过。然后在3月18号、19号，伊朗就针对海湾国家的油设施、天然气的设施做回击。以色列海法港口的炼油厂也被打击。然后呢，我们就看到3月1号又再次提高，以色列先打伊朗的核设施纳坦兹，然后呢，伊朗就回敬这个这个叫做迪莫纳跟阿拉德这2个地方，然后也造成将近100个人轻重伤。这第一点，它展现它有打击报复能力。第二点，那就是它也展示了它到现在为止已经是70几波，我都搞不清楚了，还有能够去提升飞弹打击能力，以及新型的飞弹打击这么精准的这个能力。所以就告诉美国，你持续再提升这个相互的攻击的话，我其实还有更大的这个力气在后面。昨天3月22号，伊朗也公布了他们当时发射，就前一天发射这2枚飞弹的那个发射的那个影片大概那个飞弹可能都长达10几公尺。那个影片在媒体上也都显现出来。第3个理由呢，我觉得就很清楚。一直都是在传以色列可不可能会用核弹攻击伊朗。以色列的核子，事实它是一个事实核武国，也就实际上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8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可是因为它从来不做核子试爆，它也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约国，所以它没有做过核子试爆。那全世界都知道它有核子武器，多少呢？大概估计至少90颗到400颗之间，多少我们实在是难以想象。对，那但是呢，它也有陆基是发射井还是轨道，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它也有海基，也有就是空中轰炸的这个能力。所以为什么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都会有这个弹道飞弹，中程的弹道飞弹？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发展核武之后呢，他们发展弹道飞弹要用数量的方式来去制衡来去吓阻以色列的核武攻击。这一次，我觉得他也就是伊朗警告以色列，如果你用核武提升了核武的话，我其实知道你的核武的这个发射点，那我也具有打击你核武这个发射点的这个能力。所以这就表示说，其实在这3个层面呢，我觉得伊朗都展现出真打了现在已经第4个礼拜了。第24天了，伊朗仍然还是有打击以色列的核设施，以及精准打击，以及在警告的这个意味。好，针对于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攻击，伊朗也很明显、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说，除了在飞弹的数量上，伊朗有很足够的数量之外，另外其实射程也是足够远的。我们要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的以色列说的，他们认为现在伊朗拥有的这个飞弹射程高达了4000公里哦。那其中还有一款叫苏马的，这一款是高达了3000公里，代表伊朗已经跨越到准洲际打击能力了吗？我们也请舰长来带我们看，包括它的命中率、突防能力跟它的弹头威力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我们来看到啊，美国跟以色列不断的在跟伊朗画红线，可是呢，那我请问一下，那个实际上来讲，这个以色列的攻击，它有站在红线之后吗？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啊，3月17号，其实以色列就已经攻击了伊朗的这个布希尔这个核电厂，而且甚至连国际上都已经帮他们把，如果打坏了它的微主体的话，所可能产生的核辐射，那这个核辐射呢，直接影响的是海湾国家，而不是伊朗本身。当然，伊朗本身也会有了。那至于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核设施的部分呢，那这个核设施呢，的确是以色列的部分。那这以色列的部分之前的核设施，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法国协助制造的这一个核研究所，但是这一个才是现在的重中之重，这个是新盖的，而且还在制造之中。那我们讲到说有关于现在这个伊朗它的一个打击能力的话，其实也就是它攻击了迪亚哥加西亚岛。迪亚哥加西亚岛其实是在印度洋里面的一个小岛。那以前呢，攻击伊朗都是从这里起来的 B-52或者是 B-2轰炸机。那如果我们来看每日电讯报的时候，那它就会直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岛其实不大，但是呢，它的这一块有非常完整的一个军事设施。那这一次呢，真正令大家所惊讶的是他打的射程。他打的射程其实距离大概，如果我们从伊朗的南边一直画到迪亚哥加西亚岛的话，是3862公里。那这一个，那也已经超过大家以往的认知。以往大家无论是我们看到这个流星1号、流星2号、流星3号的，以及我们看到这个卡达尔，以及现在之前大家讲的尼什，其实都没有这么远的射程。那这个飞弹呢，大家相信是我们看到这一个。之前大家常常提到的这个霍拉姆沙赫尔的这颗飞弹，这颗飞弹当初告诉大家的是重量1.5吨这么重的黄色炸药，当初讲的射程是2000公里，现在我们看到的接近4000公里，伊朗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们的？那这个是大家觉得最为困惑的部分啊。那至于说，其实还有苏马的这种巡弋飞弹。那苏马的巡弋飞弹呢？其实我们讲到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同时重要，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创造所谓的饱和攻击。那再配上这一个我们讲到的见证者无人机啊，那我们看到的这一个飞弹其实就长得跟战斧巡弋飞弹非常像。如果我们来看它所画射的距离来讲的话，那它也是超过了3000公里，但是它还是打不到迪亚哥加西亚岛。所以其实这一次攻击的不是这个部分，可是最令人惊讶的是，它是不是可以打中迪亚哥加西亚岛嘞？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一颗它是中间失效，另外一颗是美军直接发射标准3型的飞弹拦截。标准3型飞弹拦截是如此啊，也就是它是平行对撞弹道，也就是它不是中途，它不是从中间这样子横的拦截，它也不是尾追，它就是平行对撞。那如果平行对撞的话，那如果我们看到以前美军的测试，这是美军的测试，也就是它都已经即将到达了这一个目标的时候，它才会发射。因为它就近来讲，它的射高在300公里，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一次遇到这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假设它可能有这个直接攻击迪亚哥加西亚岛的能力，而且大家很怀疑说这一个伊朗是不是有这个太空实力，的确是有的啊。我们来看上一任的川普，他那个时候还在用脸书啊，他就直接讲说，美国并没有卷入伊朗塞姆南的1号的这个发射场，这个发射场上面的那个火箭直接引爆。那美国这个时候，川普直接的我们看到这是在2019年8月30日，他直接切割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但是后来这一个火箭成功发射了没？成功发射了。它带着是间谍卫星，我们看到这个间谍卫星叫做海雅姆的这个卫星，我们看到它拍了这一个美国乔治亚州的这个核电厂，它拍的这个解析度，其实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星球实验室不相上下。那它的照片也就是这一张啊。那所以我们这样讲，我们现在来看伊朗。其实给了大家太多的惊吓，因为大家不知道原来伊朗这么厉害。好，我们看到其实伊朗的飞弹是来势汹汹，除了刚刚特别看到的数量的优势，还有它的饱和攻击跟它的射程相当的远之外，我们看到这一波的攻击，以色列它的铁穹或者是它的防空系统是拦不住伊朗的，这是以色列自己官方也出来证实的。另外呢，他们想要去打这个伊朗的地下的它的基地飞弹基地，但是现在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48小时内它可以在被攻击之后又快速的修复好，这样看起来像是打地鼠，永远都打不完，谁会先撑不下去？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刚才有讲到说伊朗没有想到会这么厉害，但是我用厉害来形容，我倒不觉得它有多厉害。以全世界的军武来讲，第一名当然是美国，可是当你虚张声势，看起来牌很大，你发觉你的后排，整个的牌是非常小，而且后勤无力的时候呢，虚张声势，你终究呢，最后呢，你牌大声小，最后呢会死得很难看。
因为你用吓人的方式，用欺骗的方式，你会发觉，慢慢的人家会帮你看穿。尤其一个勇敢的人呢，他不会示弱。我现在要讲的，他最主要是，我觉得战法不一样。第一个，我觉得川普打的呢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粗暴的战法，而且是一种传统的方式，一开始就要重击你。这种传统战法呢，你用你昂贵的武器，在短期好像看似会赢，可是你知道这个刚讲到为什么会有地鼠战法、地鼠理论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因为伊朗打的是一个我觉得属于的细腻的战。这个国家文化已经蛮持久，一个波斯帝国到现在2000多年哈，这也是有民主自信心的国家。这个国家地大人多，你要知道，当他的这个所谓的真实要承诺他的真主哈，这个我们叫真实承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精神领袖其实已经去中心化到所有的可领导之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只知道一个就是反击。当反击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战术就是。边打边造，你会发觉他后勤实力是够的，因此就叫地鼠理论，打下去又跑出来，打下去又跑出来。在这时候，美国慌了。还有一个呢，其实刚刚也讲到，其实伊朗打得非常清楚，他就是一个反击的战术，所以从战略来讲，他边打边造是一个这个叫攻防战略，他的战术是一个就是完全的反击。今天他们打了这个伊朗军事基地，他在反击你军事基地，你打他油田，他在打你油田，打你天然气，他打你天然气。非常清楚的，他已经告诉全世界说，我今天打的就是跟美国相关的或者以色列相关的所有的设施或基地。今天其他的国家我完全不想得罪，即便是赫姆斯海峡还没有完全封锁，我现在封锁的就是跟美以有关的，只要来跟我报道有通联的，说你是其他国家，能放就放，像中国、印度，他还是有放啊，一天100多艘，他多少每天这样有10艘左右还是放，他会看情况，只要你声音好像要支持美国的，他就要帮你搁住。我觉得他这种。反击战术非常厉害，而且他用了一个智慧的做法，我觉得他是一个细腻战术，不像川普的粗暴，因为他是由小放大。你可以看到，所以由小放大就是说，其实军事实力是不对称，美国强，可是以军武昂贵这么的尖端昂贵的武器去跟伊朗打，你会发觉他一开始用2-3万的无人机。那么的量产的无人机，价钱便宜啊，价低量多，打到你的所谓的铁穹也好，爱国者飞弹也好，所谓的萨德也好，你会发现用几百倍的这个昂贵武器来抵挡它的时候，你会发觉哇，再好的防弹衣打久了就要丢掉，人家便宜的子弹就打到你防弹衣都不够了，所以它铁穹也灰掉。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战术战略，现在伊朗打到人家会怕，所以他由小放大，而且预有了实力。它的后勤补给也够，所以我觉得现在打到最后一个东西叫核。我跟你讲哈，当你去一直威胁他打核的时候，虽然它只有60%的所谓浓缩铀的制造，它打不出核弹。重点，它可以做出一个散布核，让这个核散布，然后影响到你整个以色列，让你也没有办法活得下去。所以呢，你不要惹它的核，它就不会去把它，即便还没有完成熟的核去影响到你。所以如果川普讲了48小时，你再不听话，我就要收复你的时候。这时候伊朗还是不会低头嘛，已经很清楚，这时候世界毁灭。我跟你讲，这所谓的不对称战争，最后输的最惨的还是川普。为什么呢？第一个，这个尖端昂贵武器的不对称，这个价值的不对称；第二个，代价的不对称，全球经济受到拖累。他现在要把全球都拖进去，你知道吗？他的北约国家，他的所有的盟友，甚至中东阿拉伯国家都很难相信他了。他甚至要阿拉伯国家所有人来帮他去打，所以他会拖全球下水。这个所谓的国际声誉的。这个所谓的不对称也出现了，这时候伊朗好像越打越有声誉，而这个所谓的美国在全世界不对称打下去，而这个霸主80多年霸主，可能就这时候呢就敲起了霸主的丧钟。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川普他说了48小时内这个要让这场战争停下来，要不然就会发动攻击。这期限看起来已经要到了，我们来看他会全面的开战，还是最后又塌口呢？因为期限就是在今天晚上了。另外也会关心伊朗他不甩美国的最后通牒，3大王牌他会来出手，有哪3大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那么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他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首先第一个，川普他说48小时他会做倒数，伊朗你如果不开放你的荷姆兹海峡，那么美军呢会从最大发电厂这边开始做
轰炸，那么全国电网会面临断电的危机，真的会发生吗？第二件事情来关心，伊朗也说了，接下来如果你美国敢动，那么我们也会誓言零克制，锁定的就是美国跟你们的盟友的能源、通讯，甚至波斯湾，注意了，这是400多座的海水淡化厂，多少人使用？高达1亿人口的人都在使用这400多座的海水淡化厂，如果没有水了，中东富国还能撑得住吗？这些富有的富豪也能够撑得住吗？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关心刚刚说的川普，他对伊朗下了最后的通牒。那美军接下来会祭出哪一些招式呢？现在说有3个，包括了要轰炸它的能源设施，动用石墨炸弹，或者干脆派地面部队吗？我们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川普的最新发文，刚刚提到的，他说，如果你没有办法，伊朗在48小时内完全开放荷姆兹海峡，我们会攻击各地的发电设施，并且把它摧毁。今天呢，晚上就是大限了，3招。这个美国会来针对伊朗做的攻击，包括能源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这当中包括轰炸它的电厂、天然气跟油田。第2招就是用他说的石墨炸弹攻击伊朗，会造成伊朗国内的电网直接瘫痪。那么这个石墨炸弹过去在历史上美国用过2次，第一次是在1991年的波湾战争使用，造成当地85%的地区断电。第2次使用的时间是在1999年，当时的科索沃战争，造成南斯拉夫70%的地区都停电。最后川普使用的招数就是直接派地面部队了，会去直接占领哈克岛吗？还是荷姆兹海峡的周边呢？大家也在观察。当然了，伊朗也不是吃素的，在川普说他要动手之后呢，伊朗也这样说，他说会攻击美国跟盟友在中东的能源，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海水淡化厂，并且呢，他们的国会议长也说了，持有或者是买进美债的金融机构也会遭受到伊朗的攻击，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川普的48小时会如何来解决伊朗？会可能采用什么样的攻势？会是石墨炸弹吗？还是地面战？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来看，川普每一次的最后通牒，他其实都伴随着他的部队的一个进度。上一次他在讲14天的最后通牒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看到美军大规模的往这个无论是约旦、以色列，或者是周边的国家进驻各式战机的时候，那现在这个时间点他又来最后通牒48小时，今天晚上就到了。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也就是之前从这个日本以及冲绳出发的这个迪利波里号的这一个两栖攻击舰，他们快要抵达了。那它快要抵达，如果按照时间来算的话，它应该就是在这2天到达。可是呢，如果说它要进行攻击的话，它不会直接的人员登陆，它会先有大规模的这个空中制压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上个礼拜的这个美国海军学会所提供的一个相关资料。那个时候它还在南海，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的时候，它已经完全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了。那它的最重要的，也就是它可以，我们刚刚讲到新奥尔良，它这个两栖的那个船坞运输舰，它可以运输非常多陆战队的这一个鱼鹰机以及气垫登陆艇的部分。不过现在第2批的也已经出动了，也就是 Boxer 全狮号，它也已经从日前，但是它的距离更远，它是在圣地亚哥，它从圣地亚哥开始起航的哦。那至于说是不是可能会使用石墨炸弹，它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是有可能的。石墨炸弹呢，它只要在这一个我们看到这一个高压电线塔打下去之后呢，它不会损害到你高压电线塔的本身，可是我们会看到它会有释出非常多的石墨的这一个丝，石墨本身是导电的，然后打下去之后，它就直接的造成短路。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不是有可能进行登陆战呢？其实川普已经为这一些陆战队已经先开启了先锋，也就是我们在之前看到的，他们对于这个霍姆兹海峡附近的这一个山区已经进行轰炸。
那他为什么要进行轰炸呢？因为他意图啊，从这个附近那进行登陆。那这个进行登陆的情况之下，但是这附近是有非常多的飞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不用说他们用这种高解析度，我们用 Google 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指挥中心。那这边呢有一点的。那这一点一点的其实看不清楚，那我有放大的，也就是我们看到放大这个每一个红点，通通都是它的一个飞弹推出来的一个位置。那而且呢，它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的飞弹会不断增加？因为它的飞弹一边射一边造啊，而且它的制造在哪里？它制造就在这些地道里头。我们看到说这个是它的制造的工厂啊，我们看到它这有窗户吗？没有窗户啊，它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在地下，然后但是它并没有一个我们现在这种工业化那个生产线的一个制造流程，它通通都是用人啊。那我们讲到说它里面到底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也就是刚刚聂老师所讲到的，无论是见证者的无人机啊，其实还有更多的是什么？也就是有关于上面这一个巡弋飞弹，以及下面的这个反舰飞弹，其实都是打击的利器啊。所以美国为什么当初要去攻击这个？我们看到啊，这就是它攻击的这个地下掩体的部分，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也就是它要登陆的是阿巴斯港这个部分，也就是当它打通这个霍姆兹海峡之前，他必须要先把这个地下掩体瘫痪，人员从这里登陆。好，这个是美国川普他说48小时内，如果荷姆兹海峡这个伊朗还不让步的话，那么美军的部分会采取的行动，3大行动，刚刚舰长已经带我们一次看清楚了。那伊朗呢？伊朗他当然也有所动作了。他说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是叫做零克制的这个计划，瞄准的就是美国跟盟友最致命的，也就是大家每天都要喝的这个海水淡化厂。那这边400多座的淡化厂，他说他要做攻击。这边供应的是1亿人口，刚刚讲到了。我们来看到哪一些国家特别依赖这些淡化厂，其中 CG 面板上我们看到卡达99%都是靠这一个淡化厂的，还有科威特、巴林等等，也是同样90%以上。那如果伊朗真的去攻击的话，还得了呢？会变成波湾公敌吗？那重点来了，中东的这些富人撑得住吗？杨老师怎么看？川普在台北时间3月22号早上的7点44分，在他的 True Social 推文，他说给伊朗48个小时，你要完全的就是放行荷姆兹海峡，否则我将会轰炸而且摧毁。他用轰炸且摧毁所有伊朗的电厂，就从最大的电厂先开始。伊朗最大的电厂是什么？是刚才小舰长提到的那个核电厂，叫布什尔核电厂，在伊朗的西南部。那个是2011年开始启动的，但是其他的电厂伊朗有几十个，都大部分是用天然气发电。所以换言之，如果照他所说的，明天早上3月24号早上7点44分就48小时到台北时间，那我们就会看到川普接下来会不会就开始发动攻击伊朗第1大核电厂，然后接下来所有其他的核电厂，而且要把它摧毁。我把它叫黑色星期2。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对，我跟各位保证，川普一定踏空，不可能做这种事情。但是他会不会攻击其他的设施？我觉得会，也就是他会把这个攻击提升，攻击其他的设施。因为如果真的照他所说的48小时要把整个核电厂击中且摧毁，而且所有的其他的电厂，第一个所有的战争当中不会去针对这种大纯粹民生式的设施，因为你会造成大量的人道的伤亡。这个还不讲核污染哦，刚才小舰长有秀那张图，那个核污染是整个海湾哦。然后呢，整个伊朗的学校、人民，然后呢医院就没电，数千万人没电，这个会造成多大的伤亡？那扎波罗热核电厂不就一直没有被打吗？所以过去我们曾经听过，以前那种好像是
这个在对日抗战的时候让黄河决堤，有这样子的种说法跟好像传闻过。那个时代的战争真的是打这种形态的战争，现在你还玩这种战争，不可能。所以你有发觉到美国的政治人物、媒体或者欧洲都没有在警告川普，你真的把那个核电厂完全摧毁，那还得了？对，那比扎波罗的核电厂还要大好几倍的。没有人在乎，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川普一定他口。那当然最重要的是，伊朗也警告你，如果敢打我们任何一个核电厂，我就打你所有的这些能源设施，我也打你海水淡化的设施，那大家就完全的相互毁灭。这种海湾地区、中东地区的相互毁灭，能源也没了，赫姆镇海峡也不重要，因为石油都出不来了嘛。然后呢，整个核污染，人民会大量的死亡。你可以想想看。它不只是中东地区的灾难，而且是数天之内就会出现的。它可能是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能源大危机。好，一方面我们看到川普他针对了伊朗提出了在军事上面的一个威胁，说48小时内的这个军事威胁，但是他有没有在谈判？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其实川普私底下还是有在谈判的。也就是说，在他警告这48个小时的威胁之前，他已经要求伊朗有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一共是6个。那其中有几个包括5年内禁止发展飞弹、停止浓缩铀等等。那伊朗他的回应一共是3大诉求，就是说美国跟以色列你们必须停火，保证不再战争。最后一个是你们必须要赔偿。这一场战争真的有可能逆转吗？那聂老师又怎么看？ OK， 我先讲一下，刚才这个有人讲到一个说会造成人道伤亡，我想知道一下，川普会在乎吗？这个人想拿诺贝尔和平奖，他要拿虚的，以他想赢，他只想赢的个性，他不会在乎，他只想做表面，我就是要和平。而他讲的 MAGA 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右派已经成为政治主流，大家都是想反战，所以才会有那个 Kent 的这个离职嘛。但不管怎么说，现在他也失掉了在本土他们美国本土的很多反战的声音啊，因为他现在就是想战，但是还是一句话，他就是虚张声势，虚张声势。我说他牌其实没那么大，他喜欢用喊的、玩刷的方式，但重点是他以他粗暴的做法，他难道虚张声势就不会动吗？他就是有时候啊，一火了想赢就不用智慧，他觉得他霸气十足，军武太强。他完全错了。我刚刚讲过，这伊朗现在做的2个嘛，一个在攻击上，它是以完全对等反击的方式，以牙还牙的方式嘛。这个呢，我把它称为叫马拉松理论嘛，它就以小放大，先用无人机，再慢慢2000公里、3000公里、4000公里，告诉你我还有更多。他预留了实力，川普会不会怕？其实他看在眼里也知道，他怕的不是打不赢，是根本耗不起。第2个呢，我讲他的攻击战术，防御战术，刚刚就讲到地鼠理论嘛。边打边造嘛，所以你看他中间还会出来，所以川普也看不到你到底一个国那么大，文化这么久，人那么多，你还有多少东西能跟我对视？我赶出去你还不怕？其实怕的是川普。我这样讲一下哈，你虚张声势久了以后，请问一下对方怎么样？对方一硬，只要2样东西，第一不怕死，第2很重要，看穿了你川普，他才敢这样硬下去嘛。那他知道你可能是打得赢，但是你打赢了你耗不起，你耗下去完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消耗战，大家还看不清楚吗？当然我刚刚讲到很清楚，他一天已经分析出来是8.91亿的这个美元的消耗。请问美国的军武，不管是飞弹，所有的战机，所有的东西，它的库存有多少？他真的这个全世界他所有的实力只为了打伊朗吗？他未来不要活了，未来不用再去支援我们不要讲攻击别的国家，支援其他想要帮的这个所谓的阿拉伯也好，北约去协助吗？他又连能力都没有，要求人家来帮他了。请问你觉得他还敢真的一直打下去吗？讲到最后一个地面作战，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到什么。我的认为啦，1955年到1975年发生什么是越战，美国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地面部队，最后怎么样？阿根廷战看到什么那个兵吓到都紧张，都什么都杀，什么都打。这不就是跟以前蒋舰长听他说过，兵会受不了，在水这个福特号里面会把气到你知道吗？超过半年还在服役，连那马桶都把它塞了，对不对？情绪不对啊！你这地面战打到这个兵会受不了的，因为一拖长，美国会输。第2个，伊拉克也很清楚嘛，用一个假的化学性毁灭性武器就去攻，从2003年到2011年打了8年9个月，最后的场景是怎样？再看看阿富汗。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川普真的太过自信，也太轻敌了。
他这样走下去的话，我觉得不只是美国霸权呢，我觉得整个 MAGA 战线把这个川普最后会很容易的就把他下架了。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在这一场美伊之间的战争，我们要来关心到是伊朗他说的，他击落了来自于美军的 F-16还有 F-15，但是美军否认这个战损。罗生门，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下解读。另外呢，这个伊朗不只是封锁了荷姆兹海峡，是不是现在呢在红海的地方也能够被封锁呢？我们今天会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好，现在先看到这个中东战火持续的延烧全球经济当然跟着摇摇欲坠，而美国跟以色列也持续的喊话，伊朗的方面当然也回呛，他说有许多的战果，两个，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他说呢，他们在伊朗这边呢，因为南部沿海因为使用地对空的导弹，所以成功拦截了F-15。第二件事情是说，他们在伊朗的中部地区用新型的防空系统，同样也是击中了来自于以色列的 F-16。针对于这些战损，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保持沉默，美国方面则是完全的否认，而且还说了，他说我们美军一共是执行了超过8000架次的作战飞行。当中没有任何美军的战斗机被伊朗给击落，但是过去的数字却是打脸的。我们要来看到有其中几个案例，当初在这个伊拉克的时候，可以看到坠毁的机上一共是有6个人全数罹难，是因为这个空中加油机的坠毁。再来呢，在沙乌地这边这个基地空军基地呢遭到伊朗的飞弹袭击，5架美国的空中加油机船因此受损。最后还包括来看到五角大厦证实的美军1架 F-35逆中战机被伊朗击中之后，被迫只好最后是紧急降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伊朗说的击中了 F-15，拦截了 F-16，包括了美军又全面否认，这一些罗生门到底怎么解释？因为美国不断的透过认知作战或者是舆论战的方式，形塑美国的所有战机、所有的装备都是地表最强的。例如说，他讲 F-35是地表最强，除了 F-22之外的最强逆中战机。他讲有关于 F-15是地表最强的炸弹卡车，那他都是这么形容的。但是呢，现在如果遇到这一个伊朗使用消耗战的对抗的话，他真的快昏倒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 CNN 的报道有关于 F-35，那他说没有被击中，但他说没有被打到坠毁，但是紧急迫降。那这个事情呢，那我们看到伊朗也不是那个就让你单独的讲而已，他有释出这些照片。我们台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呢过分相信美国，其他的一律不采信。大家说这些是假的，那说这个呢，为什么它的后面会拖着一道像那个刺针一样的东西？那个是马赫环高速在飞行的时候，它这个就是标标准准的红外线的讯号。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这个飞弹没有呢？因为飞弹距离我们比较近那所以呢，相对之下没有。你说你如果说是正常，你可以这样子看到战机的话，你觉得你距离战机多近那所以呢，它这个是放大、再放大的一个结果。我们从它这一个爆炸的状况就可以知道了。而且呢，现在的伊朗电视又公布了另外一架，这架就是 F-16被攻击的状况。那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讲究有图有真相的时候，你美国怎么讲，没有人会相信的。那我们看到它可能使用的飞弹呢，可有2种，一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种R-27的这个飞弹，这飞弹其实是非常老旧的飞弹，不过当它使用这种被动的导引的时候，那就可能很有效了。另外一种我们看到的358飞弹，其实358飞弹说穿了，也就是俄罗斯的
萨姆67的飞弹。那这个他们曾经阅兵，这是阅兵的照片。那这是他们当初展示给他们的那个俄罗斯的那个人员看的。那因为那是俄罗斯的飞弹，表示我们使用的很好啊。大家会说 F-35无坚不摧啊。那可是呢，实际上我们来看啊，它的这一个 DAS，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有关于雷达反射的这一个接收的装置，其实它全身 F-35它有六个，那6个呢，包含它的上面以及它的侧面以及它的下面全部都有。但是也就是说，当你在战级的时候，也就是你遭受到多重威胁的时候，因为伊朗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是用几颗飞弹来攻击的。如果他用的数量多的话，那就很难说了。而且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发生了。为什么？我们来看到，在去年5月13号的时候，就有谈到胡塞组织早就已经对于不管是 F-16或者 F-35都有曾经几乎击落的经验。但是美军有没有吸取这个经验，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无坚不摧，连自己都相信了，然后反而是当作战的时候没有做好准备。好，这个是美国透过他们的这个飞弹哦，我们可以伊朗透过他的飞弹，可以说把这个成功的把美国的战机给打落下来，这个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其实另外一部分是来看到的是海上的封锁线。我们要来特别看到的是，伊朗它现在实施的封锁，不只是荷姆兹海峡做封锁，现在还有来自于红海，说这个胡塞组织也有能力做出手。但荷姆兹海峡呢，根据 CNN 的报道说，最坏情况可能封锁半年，甚至传出伊朗要这个征收10%的安全税。杨老师怎么看？川普不在乎人道，其实美国大概从拜登政府开始我觉得他们就不在乎了。如果他们在乎的话，怎么会容忍在加沙地区的大屠杀72000人死亡呢？但是这种违反人道不影响美国的利益，他就不在乎。但如果说这个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政治，甚至他的金主跟家族的利益，他就非常在乎。所以呢，你就看到现在伊朗采取的就是它就叫做跟你相互毁灭，也就是你打我，我就报复你，然后他不断的证明他有这个报复的能力。尽管今天这个政府上层已经都被就是暗杀，然后呢已经去中心化，但是他又再中心化，他整个70多波的攻击到现在为止，让整个海湾地区美军基地以及以色列都招架不住。以色列现在已经受伤4000人。你想想看，2个飞弹造成以色列南部只有100人受伤，那4000人是多少飞弹造成以色列多少建筑的损毁？只不过是这些没有在西方的媒体呈现出来，可能一看数字我们就可以推论。那现在伊朗跟你打，等于是玉石俱焚，相互保证毁灭，来吓阻美国跟以色列再次不断的把战争提升。那这里面当然会延伸从荷姆兹海峡到红海。不过红海它的困难度就是胡塞组织是什叶派支持，伊朗支持，过去也曾经在加沙战争当中呢对以色列产生的攻击，因为它跟以色列有一段距离，对然后呢它也是这种打带跑，因此呢以色列很难完全的掌握住它。那个时候后来我们看到了，就是欧洲跟北约有所谓的真的叫护航行动。那可是呢，因为胡塞组织相对的弱小很多，而且它不是用弹道飞弹少数他用火箭炮，那或者是少数的无人机。那个时候呢，他是来自于伊朗的援助也不够。现在我觉得伊朗对他的援助也不容易然后呢，你看到以色列现在对于真主党的攻击是已经进入到地面战争，所以以色列如果面临到胡塞组织一旦也开始在做红海的封锁的话，那大概相关的这种攻击会很强烈。可是打到最后只要有管道，我觉得伊朗也会动用到胡塞组织这个力量。除了荷姆兹海峡之外，在就是红海我去拦截你。荷姆兹海峡只是拦截20%的油气以及大宗物资，像是化学肥料但是呢，红海它就会影响到整个欧洲跟亚洲的航运。那你就要绕道到就是非洲的南部的好望角，
然后那个整个运费跟这个过程呢，时间加长，运费增加但是并不是表示没有取代的这个方向，所以呢，它的这个冲击也会产生蛮大的影响的。好，红海的冲击是下一波要来持续观察，就是胡塞组织真的是否有能力，或者是说会不会真的动手。但是荷姆兹的海峡的冲击是立即性的，从多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包括现在已经看起来是燃油价格已经狂飙了，现在油价正式突破每一桶是$110，中东的原油逼近$164高点，航空业的受损，我们来看到画面上，全球20大航空公司市值蒸发1.7兆，产业链的受阻包括了欧洲车厂依赖亚洲零组件，晶片出现断供，再来就是天然气10天之内都可能停摆，最后是粮食警报，战事再拖下去，全球粮食会陷入粮食危机当中。聂老师怎么看 ？OK， 能源真的非常重要。我相信20世纪，不管你开车、坐飞机啊，甚至你各种民生的东西，都要靠所谓的能源。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的天然气，在制造所有的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区域，也都要靠气来做我们的维生啊。我们叫 make living， 需要靠这么重要一些。这个原食材，而能源大家也知道，我们有核心物价、非核心物价，也就是如果我们谈核心物价不包括能源，那我们 cover 它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显现得更严重。当能源出现了它的变化的时候，它一定会慢慢影响到其他的物价。那这个我们讲，就我想这个大家是心知肚明。那我先讲一下，现在才发生多久？才发生了3个多礼拜，那个油价其实已经讲了差不多 double 啊，你说110、115，大概是这样子。布兰特，它原来是60、70，你知道很可怕，为什么才3个礼拜？因为我们要这个稍微科普一下，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在1972、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涨了3倍没有错，但是拖了1-2年。到第二次呢，在1979年的时候，也是1年涨差不多1倍，现在才几个礼拜就已经涨这么多。那么现在所有的这个文献都在讲啊，在经济文献都很清楚告诉世人说，这一次打的真正严重度超过那2次的石油危机。其实这算第4次，因为1990年我们把它号称叫第3次。这一次的石油危机一定会被未来的历史记录的现在，我们的现在就是未来的过去嘛哈，这应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2026年的石油危机第4次，而且是应该蛮严峻的。所以呢，你说如果半年会不会这个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预估，因为还要去沙盘推演。重点就是荷姆斯海峡你要怎么收场？我先讲一下我的认为啦，收场最后应该是美国会让步。我这样认为，美伊会稍微让步，因为这真的影响到这个全世界所有的未来的发展，而全世界应该会群起打法。因为你的力量太大，你的声浪太大，大家不太敢直接指责你。你把一个这个大家要使用的超商把它烧了，还要我们去救火，你告诉人家说你自己有这个民生物资，你可以生存，那我们都不能生存，大家是敢怒不敢言。这时候他为了维续真正叫和平的时候，他一定会做适当的让步，但这个让步呢，应该是美国会顾及他面子下的让步。那我先讲一下2月底所提的和平4大条件，跟刚才讲到6大承诺，里面内容不是很一样吗？一开始不是限缩你的这个农作业的发展吗？第二不就是弹道吗？不管你5年几年，重点就是那是最主要的2个，就是不希望你伊朗把这个核做成了核武，然后呢又有弹道做成洲际弹道，能够北韩一样威胁到美国。当然他也要帮这个以色列当去撑腰，但重点是你会发觉打到现在开始，你还是用这样的谈判，请问？对方都已经讲我不怕死，也看穿了你，他怎么会和谈？所以他也提出了3个，刚才这个施明也讲到，第一个停火，第二个不要再侵犯我，就是你以后不能再这个随便打我。第3个很重要，还要把我当时损失的赔偿，生命赔不回来，最好钱要赔回来，包括国家要稍微恢复。美国会马上做吗？不会。可是呢，我觉得somehow啊，为了顾及全球这个地球村，我们活在这个地方 globalization 哦，再怎么说。美国最后他做霸主，他一定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和平维护。我觉得，当然他太好面子，他一定要赢，他一定要私下谈。你让我赢，让我有点面子好不好？我就怎么样收手一下，然后要维持，我认为是顾及他面子之下的让步，这是美国应该会让。是，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好，接下来关心美债现在遭到血洗，没有想到呢，原本是避险资金的黄金也崩盘了。全球资金现在转到哪里呢？根据了解，转向了中国吗？我们特别要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现在全球逆袭重塑了产业的霸权。等一下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好，本来想说呢，美伊战争打到现在，避险资金总该有一个不错的成果吧？结果呢，我们来看到美债殖利率在这个时候是狂飙特别来看到2年、5年跟10年，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一口气飙到了4.39%。大家在抛售美债的同时，黄金本来应该是避险的，没有想到黄金更是直接重挫，这是过去10几年来是不可能发生的。怎么回事？美债为何遭到血洗？为何黄金同步下跌？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这里我要分析的话，我把2样东西要分开讲，有人会搞混。第一个叫美元，第二个叫美国的信用 credibility 啊。美债是跟信用有关，虽然它是用美元做基石。各位想一下，美元是什么东西？美元是国际货币，现在不能说是美国的钱，全球都用美元，所以还是虽然这 Bretton Woods System 在73年2月23号彻底瓦解，当然在尼克森总统在1971年的8月15号就宣布，但2月23号在1973年真正瓦解之后，美元还是一个霸主，它 hold 住了石油，做石油美元，当时是黄金美元嘛。所以美元是国际搭了 ，OK 是国际的钱，因此你会发现最近美元会涨，黄金会跌，因为大家觉得黄金这时候厚度不够，而且大家能源缺乏的时候会把黄金抛售去换美元去买他要的资产。这是黄金跌的原因，而美元会涨的原因。我现在讲的是美元，可这跟美国债情无关。美国的债，因为大家对你已经没有信心了，这国家的声誉，我刚讲的声誉这一次的不对称的这个战争，使得它的声誉和经济的受损，这个会输掉。因此你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它国债欠之多啊，36兆、38兆，甚至要冲向40兆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务，它怎么去偿还？这是对家对它的不信心，所以对美债不信心。因此你会发现美债这个商品，这个 commodity 这个商品会发现它的 yield 会不断飙高，也就是 bond 的 price 啊，这个债券价格会降低，所以我要把它这样分开，这就是为什么最近黄金会跌，而美债当然价格会跌，殖利率升高的原因。我最后还要加强一个，我刚讲强调这个信誉啊，大家去爬搜一下，在去年10月，其实在10月之前，中国大陆它发行了非常多用人民币计价的债。这个债权发放的时候都认购率很高，结果在10月，他尝试用了一个用美元计价的10年期债券。你美元是国际货币，你美国发，他也发债券，很多人会认购，因为投资客很多啦。这样我想这个投行都会去认美元在认购率在2倍3倍，但是你要知道，中国一发短期内它的认购率10倍。我要强调的，这个美元大家可以用，但是。信誉问题，美国真的在锐减，而中国在起来。不过最近的美元是有在涨，各位去注意一下就知道。好，这个是金融市场，我们关心它的一个波动可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在产业，现在看起来，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在此刻却因此受惠了呢？尤其我们要特别关心到有一个现象，就是美国的汽车产业，一边呢是在封杀来自于这个车厂要求封杀的中国汽车，另一方面没有想到是年轻人Z 世代的年轻人开始疯狂的追捧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并且2026年初有一个调查最新显示，69%的 Z 世代是愿意购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品牌电动车的。如果能够跟美国的品牌合作，那么愿意购买度飙升到76%。美国车厂联手要求封杀中国车厂，是出于什么考量呢？那为什么另一方面 Z 世代现在这么的疯狂追捧来自于大陆的电动车？杨老师怎么看？中国大陆的汽车的产量现在已经正式的超越日本啊，它的出口量，所以 BYD 在今天的全世界就是像是 Toyota、像是福特的这样子的车厂了。我在日本看到的广告，它所做出来的 BYD 的广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全世界大车厂，而且它的技术、它的整个就是服务，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甚至超越。超越在什么地步呢？超越第一个，在它的设计，在它里面的一些小地方，让你感觉到很人性化的考虑。超越在什么地步呢？第二个超越呢？超越在它的整个就是电动为主
不再是耗用石油能源，而且现在这个充电也越来越方便。那第三个超越呢？超越在它的价钱，便宜到你觉得实在是不买对不起自己。所以这3个东西在美国，他们过去是用所谓的这个生产过剩，或者是强迫劳力或者是剽窃造假。那现在这些攻击都已经没有用，那怎么办？就只好用保护主义，就保护自己美国的车厂。可是现在美国的车厂也不完全是美国车厂，他就说保护美国的工业或者是制造业。可是美国的年轻人看到这些东西，也就是它的设计、服务、它的价格以及它的电动车，那已经变成全球的趋势了。所以当然年轻人是愿意看到自己是不是能够有机会购买到。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啊。那台湾因为两岸关系，也把所有这些东西通通都这个自我保护。台湾的汽车业从以前保护到现在，人家韩国在刚开始跟我们台湾一样的保护，结果出现了现代这样这种国际品牌。台湾呢，到现在连引擎都还不会做，保护到后来，结果富了很多人，让整个社会穷了。可是现在呢，两岸关系更以这个理由来做保护。那我觉得其实它已经不是在保护，在做排他排外。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在国际这种攻城略地只会增加。然后呢，因为它符合时代的需求，它也符合整个现在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认知需求。好，所以我们看到说，除了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现在在国外受到欢迎之外，我们看到包括了欧盟国家，现在除了买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之外，包括干脆直接跟中国买它的汽车的它的零件等等的贸易额，其实是超越欧盟它买出口给中国的同类商品的。那2025年的一个最新统计呢，是中国车企全球销量也首次的超越日本，这些代表的意义，吕县长又怎么看？电动车如何的超越燃油车或者是油电车，主要建构在2个部分。第一个，也就是它的加油时间，就是充电时间。如果它的充电时间跟现在大家使用燃油车的加油时间是一样的话，那使用电动车的意愿会更高。第二个呢，也就是低温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的各国都有低温的现象。你一低温，你电充不进去，或者是你甚至车不能跑，这是什么状况呢？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比亚迪它做的。我们看到它的充电站竟然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代表说它在10分钟之内它可以充完电，不然的话它应该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单一的朝外，不然这样子前面挡住了，后面怎么出得来呢？那比亚迪还做了展示给大家看，也就是它充电70%，也就是我们一般通勤可以使用的。只需耗用了4分51秒。那他说他的充满97%的话，只耗用了8分44秒，所以大家开始使用率变高了。为什么充饱是97%？其实是因为当你踩刹车的时候，它会回冲的。那所以它已经预留3%。那但是我刚刚讲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在寒带怎么办？那中国大陆的那个漠河，这个漠河市可是那个冷起来零下50几度都有可能。对，比亚迪也想到了，他说在北方极寒环境下充电。到底能充多快？它是模拟在哈尔滨零下20度，它整个外面结冰的状况，它充饱耗用了那个，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97%，它耗用的时间只有11分7秒。那这个状况其实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龙头，就是产业那个特斯拉，它追不上的，而且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比亚迪的车子里面坐一坐，你觉得那是一部车吗？不，它是一部大型的穿戴系统，它跟你身上所有的资讯全部连接在一起。